射护腺肥大其实是射护腺的细胞在男性荷尔蒙的刺激之下，它会慢慢的增生。当然，年长的人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加，他受到荷尔蒙刺激的时间拉长，射护腺肥大的机会会高。但是年轻人也不会完全没有机会碰到射护腺肥大。如果是射护腺肥大，那当然是很直接的影响到排尿的功能。但是射护腺问题不是只有肥大这件事情啊，射护腺本身也是有被感染的机会，它会有射护腺发炎的问题，就是频尿、急尿啦、尿尿疼痛不舒服的状况。再来就是性功能，它不是直接跟射护腺有关，但是你有这些下泌尿道的排尿症状的时候，你的膀胱在敏感不稳定，大概我们的交感神经也会比较兴奋，那就会去抑制你的勃起功能。它不是直接造成，但是间接的，的确也会有一些影响。健康红灯区，难言之隐不委屈。我是唐玉书。人家说呢，婴儿放流抓贵 K， 老狼放流地丢围。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有这样的难言之隐，但是呢，却羞于启齿，到处找偏方，甚至呢道听途说，反而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期。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就邀请到板桥高美泌尿诊所的曾仁树曾院长，欢迎曾院长。玉书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不要看我们曾院长很腼腆哦，他的这个医疗的专业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在我们的马偕医院担任主治医师超过6年以上，对不对？是。这个曾院长呢，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的经验，可以来为我们解惑男性朋友们最大的问题。50岁以上的人，大概有多少会得到射护腺肥大的问题的？其实40岁开始，慢慢就会有一些射护腺的状况啦。那到65岁，其实可能7到8成的男性会有射护腺肥大的状况，就是严重程度有没有需要到治疗的程度。好，常常听射护腺、前列腺，到底这2个是一样的东西吗？这个射护腺又在什么位置呢？可不可以先请我们院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好，第一个，射护腺跟前列腺是一样的啦。哦，一样的，这是一样的东西。台语叫尿泡刷嘛。男性的泌尿系统的话，这个是膀胱，那膀胱储存尿液，尿液装满了，它要排掉，它会从这一条尿道把尿排出来。那射护腺在哪里？这一颗球就是射护腺的范围。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射护腺的功能是制造一些精液里面的养分，精虫它要存活，它需要一些糖分嘛。射护腺的功能就是制造这些精液的成分。那它的位置就在尿道跟膀胱的交界，尿道会从射护腺的正中央穿过去。所以射护腺肥大的时候，尿道就会受到压迫，就开始出现一些排尿的症状。年轻男性其实也会有一些射护腺发炎，射护腺慢性炎，慢性骨盆腔疼痛的状况。那刚刚讲到它是制造精液的成分，所以射护腺有点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性功能也会有一些受到影响的表现。哎呦，院长这个超前部署已经开始讲到迷思的部分。我们的小编哦找出来排行榜前10名的迷思。我们现在就请曾院长来一一为我们解答。第一个，肥大之后，大家很担心会不会变成射护腺癌呢？其实射护腺肥大跟射护腺癌症，这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疾病。不一样啊？是，射护腺肥大很久不会转换成射护腺癌症。对，只不过他们是发生在射护腺的疾病，所以都叫射护腺，但是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病。那射护腺癌又是怎么发生呢？癌症就是细胞在无限制的乱生长。那人体的每一个器官其实都会产生癌症。对，那如果是射护腺的细胞在乱长，那就是所谓的射护腺癌。所以它跟射护腺肥大并不是一定关系。不一样哦，射护腺肥大它是在有规范的情况下，乖乖的生长，其实是射护腺的细胞在我们男性荷尔蒙的刺激之下，它会慢慢的变多变增生。以前的人可能寿命没那么长，那碰到射护腺肥大，这件事情的机会不高，来不及遇到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对，那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长了，这些射护腺受到男性荷尔蒙刺激的时间，那就会拉得比较久，那就会碰到射护腺变大，那开始造成症状这些问题。谢谢院长为我们破除了第一个迷思。好，接下来只有年长的男性才会有射护腺的问题吗？好，我想刚才提到说，射护腺问题，那
其实摄护腺问题包含就很广泛啦，摄护腺发炎、泌尿道感染，然后还有摄护腺癌症、摄护腺肥大，这些全部都是摄护腺问题。当然，年长的人相对碰到的机会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刚刚你有提到了，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加，它受到荷尔蒙刺激的时间拉长，基本上摄护腺肥大的机会会高。但是年轻人摄护腺发炎的机会也是高的，也不会完全是没有机会碰到摄护腺肥大。虽然说40岁以上发生的几率比较高，但是在门诊其实也是有碰过，40岁以下，但是症状很严重，来检查一看，真的是也是有摄护腺肥大的状况。那这个有年龄层往下降的状况发生吗？我个人认为啦，大概也不是说真的年龄层下降，而是说在以前的人可能就比较没有相对应的保健的观念，可能觉得这个还好，那就比较不会去特别去做检查。那现在随着就是大家的保健的观念增加，健康检查做的比例也比较高，早一点发现摄护腺肥大、摄护腺问题的机会也比以前来得高。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指标可以让男性朋友们自我检测一下，我的摄护腺是不是有问题？摄护腺的症状有一个国际量表，这个是7大问题啦。基本上我以前在当总医师的时候都会考试。所有的医学生来一定要会背这7个大类的问题。第一部分，尿得慢，尿不干净，尿一段一段的，肚子用力才尿得出来。为什么摄护腺肥大它发生的位置在这个地方？那摄护腺肥大之后，我们的尿道啊，刚讲了，尿道从摄护腺正中央经过。摄护腺肥大把尿道压扁了，膀胱里面的尿就不容易出来啊，所以尿得慢，尿不干净，尿一段一段的，肚子用力才尿得出来，阻塞造成的。时间拉长了之后，我们膀胱开始出状况了，因为尿不出来，所以我们的膀胱必须要努力的工作啊，那个水管阻塞了，那马达就工作得很辛苦，马达就要努力去加压，马达很快就坏掉了，就是我们的膀胱开始出现膀胱的病变、频尿、急尿还有夜尿，来自于膀胱的不稳定。好，应该是会让很多网友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困扰，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是，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迷思3：摄护腺肥大是因为性生活过度吗？这个我其实有一点不太了解，为什么是不是使用过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网友他会觉得，对，可能在老一辈的观念里面会认为说性跟摄护腺是有绝对的相关啦，或者是像肾，其实肾跟摄护腺他们有点无辜啦，我们真的无辜，对，什么肾亏啦，什么摄护腺造成性的问题，其实都是间接的，他们并不会直接相关。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迷思4。这一题我会答哦。摄护腺问题只会影响排尿吗？刚刚听了很久，我觉得一定会影响排尿，但是会影响其他的功能吗？如果是摄护腺肥大，那当然是很直接的影响到排尿的功能。但是摄护腺问题不是只有肥大这件事情啊，摄护腺本身也是有被感染的机会，那它会有摄护腺发炎的问题，那大概就是会有一些频尿、急尿啦，尿疼痛不舒服的状况。再来就是性功能，它不是直接跟摄护腺有关，但是你有这些下泌尿道的排尿症状的时候，其实性功能勃起的能力真的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心理因素还是会直接影响？生理上的，你下泌尿道有刺激，你的膀胱在敏感不稳定，大概我们的交感神经也会比较兴奋，那就会去抑制你的勃起功能。它不是直接造成，但是间接的，的确也会有一些影响。好，那接下来第5个迷思：补充睾固酮能改善摄护腺的健康问题吗？其实我们没事不会建议病人去补充睾固酮、补充男性荷尔蒙。大概我们是，例如说年纪在40岁以上，开始有一些觉得比较疲倦啦，然后觉得生活比较没有动力啦，然后去抽血检测，真的发现我们睾丸在制造男性荷尔蒙的能力比较差，这个时候才会建议去做睾固酮的补充。那它跟摄护腺的健康有关系吗？如果没事去补充睾固酮的话，其实反而会增加摄护腺肥大的机会。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摄护腺的细胞受到睾固酮的刺激，那时间拉长了，摄护腺细胞增生，会变摄护腺肥大，所以现在年龄拉长，我们才会比较多人碰到这样的状况。那你很年轻，你就去补充一个外来的荷尔蒙，那就会刺激摄护腺的增生。这个迷思真的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迷思6。就像大家说，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多喝水真的能够治好
摄护腺的问题吗？我想多喝水是泌尿科医师每天可能讲上百次的一句话，不过他在摄护腺这件事情上，大概还是会建议要多喝水啦，但一样，它不是直接跟摄护腺的健康有关，它是减少一些发炎的机会，减少感染的机会，那让身体的代谢循环更顺畅。但是多喝水这件事情，它并不会改善摄护腺肥大这样子的问题。了解。好，所有的摄护腺癌都需要立即治疗吗？摄护腺癌症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疾病，在临床上，这个比例高吗？摄护腺癌症在泌尿道的癌症里面的比例算高的。哦，真的？对，但是严重程度就差异就很大了。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癌症，它可能发现这个疾病，性命会缩短很多。摄护腺癌症不太一样，你早期发现的摄护腺癌症，其实是很有机会治愈之外，即便它是已经转移了，它的预期的余命也比其他的癌症多了非常多倍。那在目前还有一个特别的观念就是，如果你非常早就发现有摄护腺癌症这件事情，反而会建议你暂时先按兵不动，立刻马上去做治疗的话，它会造成一些治疗之后的副作用啊。那特别常见的是开完刀或做了放射线治疗，碰到这个勃起功能障碍，你会变成长时间有漏尿的风险。太早做治疗了，你就承担这个副作用的时间拉得好长。反而是我们会定期的追踪监测，你这个癌症它几年内很有可能都不做变化。等到它有要变化的迹象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点再去介入做治疗，这个是只有摄护腺癌症才有的一个特别的事情。哦，好特别哦，所以它不是像一般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它反而不是这样子的概念。是它比较特别，就是非常早发现的时候，反而不建议治疗。可是我听说有一些摄护腺癌的治疗可能会是用割除或是化学去势的方式，是这样吗？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阶段会考虑的治疗。如果是在比较早期，我们目标会放在治愈这件事情上，那我们就会考虑可能要去做达文西手术，把整个摄护腺拿掉。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癌细胞只有在这个摄护腺里面，那我们开个刀，把这个摄护腺拿掉，你体内就没有癌细胞了嘛？只有局限在摄护腺里面的时候，就是没有扩散。是，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拿掉。那如果是它已经转移了，跑到全身系统性，骨头也有，其他器官也有，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必须要用到所谓荷尔蒙的疗法，就是您刚提到的化学去势。那最一开始我们有说，摄护腺的细胞在男性荷尔蒙的刺激下，它可以增生，它可以存活。荷尔蒙的压制之后，这些摄护腺的细胞，包含癌细胞，它也是摄护腺来的，萎缩了，对，它会缩掉。对，所以原来是这样子的原理。是，所以转移出去的摄护腺的癌症，基本上基底都会搭配荷尔蒙的治疗去压制男性荷尔蒙，让它没办法存活，但它不会死光。所以都还是要搭配一些新型的药物去做治疗。好，请问会不会导致阳痿？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首先，如果是良性的摄护腺肥大，大部分的良性摄护腺肥大相关的手术其实是不影响勃起功能的，目的只是希望尿尿能够变通畅。我们不会去影响到荷尔蒙，我们不会去影响到旁边的神经血管。那良性摄护腺肥大的治疗基本上不会去影响到勃起功能。如果是摄护腺癌症，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恶性的肿瘤在治疗上，我们就有可能会考虑放射线治疗，旁边神经血管受到影响，勃起功能受到影响，就会影响。开刀，开刀如果是早期，我们可以尽量去保留神经血管，勃起功能还可以维持。但是如果它是已经比较后阶段了，开刀要尽量拿干净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留神经血管比较不切实际啊。我们尽量要拿干净，不希望体内有残存的细胞，那就有可能开完刀，勃起功能就受到影响。那如果是用化学治疗的方式，就是刚刚您讲的，是不是就会真的会影响到性功能呢？是，这个势必会有影响到性功能，至少性欲一定是低落的，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达到一个男性荷尔蒙很低的情况，那勃起功能当然随着性欲的低落也会受到影响。那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心理的状态呢？当然也会啦。所以癌症的治疗其实是一个非常艺术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病人癌症的控制的时候，同时也会去考量到他的心理的需求。新的概念里面，我们会为了让男性的勃起功能的表现啦、性欲啦这方面生活品质，为了要维持好一点的生活品质，化学去势这个荷尔蒙疗法有时候也会变成间歇式的。
我们可能几个月做荷尔蒙的治疗，几个月、半年，让它稍微休养一下，让他的生活品质能够维持，我们就不会像以前的概念里面，我们就是努力的去追求这个癌症，一定要把它控制的超级好，但是你的生活品质都没有了。那接下来大家就会想啦，要多吃南瓜子啊，多吃番茄、茄红素，可以帮助预防甚至治疗摄护腺肥大或是摄护腺的相关疾病，真的是这样吗？目前南瓜子啦，或者是茄红素啦，人家说吃一些煮熟的番茄，这些都是比较偏向保健。少部分的研究认为说，这样子东西的摄取可能会减少摄护腺肥大的进程，可能。不是每个人，如果是每个人的话，它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所谓的药物了。对，所以一部分的人有帮助，一部分的人会觉得，帮助不大。那再来南瓜子，如果你真的去吃南瓜的籽本身的话，会带来比较高的油脂啦。对，那吃茄红素也是一样，我们煮熟的番茄，然后里面的糖分。这些东西当然对身体也是造成一些负担，所以这个部分没有强烈建议一定要。当然你如果说经济负担许可，你去摄取一些保健食品的定剂啦、浓缩的这些制剂，那个我个人是不会有反对。不过它是预防它肥大的进程。如果已经有摄护腺肥大了，你去摄取这些东西，并不能当做一个治疗。以院长您在这个临床上面，你有没有发现意大利人男性得摄护腺相关疾病的几率有比较低吗？因为我们都知道意大利人非常喜欢吃番茄，他们不是讲吗？番茄红了，医生的脸就绿了。我门诊都是台湾人啦，所以我比较不知道意大利人怎么样。对，欢迎各位网友留言一下，告诉我们是不是意大利人他们常吃番茄，真的在摄护腺方面就没有这个问题哦。这个是我的好奇，我的迷思啦哈。好，来最后一个迷思，很多人觉得我没有症状，是不是代表我的摄护腺非常的健康？没有症状是很好的事情啦，那不代表摄护腺一定没有问题。所谓的问题是说，在门诊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摄护腺肥大的人，但是他的症状不明显。其实我们有没有要做治疗，有没有症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了。我在门诊有碰过摄护腺的大小可能是一般人的5倍大，一个老伯伯，但是他尿尿好顺啊，请他去做检查，尿尿速度超级快。那其实没有症状，不影响生活品质的话，他摄护腺很大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要知道另外一件事情是，40岁以上，如果没有健康检查的习惯，还是会建议定期做一下摄护腺的抽血。主要是因为摄护腺的癌症，它的症状跟良性肥大都差不多。甚至很多时候根本没有症状，你没有去做检查，你不知道你摄护腺有一点问题。所以要常常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然后呢，定期的去做咨询保养，要有正确的观念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呢，各位你们有任何难言之隐的问题，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面来做一个留言。而且啊，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很棒，帮你解决了很多难言之隐的问题，请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健康红灯区。我们下一集见。